蓝营自己提了一个无人机条例，因为民进党有一个无人机嘛，那主张民进党是特别条例，那国民党主张编在一般的预算6年2400亿，回归总预算，每年编嘛，每年编，但是6年，所以呢，你每年编那分成6年编列。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也要提案，那民众党呢没上限，没有什么2100亿、2400亿，反正该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那另外呢，所以呢，我们看民众党采购金额不做限制，没有说一定多少钱，反正该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嘛那另外呢，最大的分歧就在到底变成一般的年度预算，还是变成特别预算？那行政院是5年预算，2100亿上限然后包括滨海监视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小型自杀无人机、无人艇。无人艇，国民党呢是这个上限多于民进党多300亿，6年然后呢回归年度预算而且还有租税奖励措施，全面支持无人机产业，就不支持军事用途了，因为民间经济不止，这很多地方都可以发展无人机嘛，将来的那个范围非常广的了好，那么民众呢也是回归年度预算那另外呢，林佩强说，这个到时候呢，这个蓝营只能用在军用无人载具了你不能去跟民进党一样什么，我看他是说这个我们反对的是，国民党说反对的是告诉人民花多少钱，不告诉人民到底买了什么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说要增订一个委员会，订定产发纲领，但是预算没有上限。那卢秀燕昨天北上，卢秀燕跟这些立委们夜会，卢秀燕支持2400亿说这个是应该的而且呢，他说国民党版比行政院版更优惠、更优厚多300亿那民进党说欢迎，说国民党吃了后悔药，国民党也没有吃过后悔药，所以他没有吃过后悔药那另外呢，李文忠说国民党版比行政院版高明，我们看一下。祝福3军8校的毕业生鹏程万里，总统赖清德致辞提到缺一块的台湾之盾，政府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我们将不断增加国防投资，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等方式，打造台湾之盾。指的是军购条例被砍掉的无人机部分，绿营再度提出，但蓝白也都在30号提出各自版本。蓝营6年编列2400亿，并回归年度预算，主管单位经济部和国防部，以及奖励产业措施与新增防弊机制。白营则未针对金额做出限制，但同样把预算回归常态编列。执政党则是2100亿的特别预算，要采购3类的无人机与无人艇。公务预算行政部门应该就可以依照他衡量财政，在遵守财政激励法的一个前提之下来去编列。采购制度要回归正常，不要再把特别预算当作提款机。这是整部法案里面最重要的精神。蓝营的无人机条例，智库与党团对接后达成共识，甚至公布的前一晚，台中市长卢秀燕也会多名蓝营立委，有台中的立委和党团干部。这个版本呢，可以说是目前最好、最从优、从宽的一个版本。那也希望行政院或者是民进党版本跟进。要避免出现上回军购条例的内部之乱，蓝营这回提早凝聚共识，炮口一致对外。要不看？我把这个刚刚那一题跟这个一起讲，我先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刚刚讲到这个有关于我们陆委会，我就进到深水区了因为两边都有意见，志杰委员还有玉民委员。事实上，如果真的是两国的话，那何须有陆委会？那就外交部、中国司、东亚司就好了，没错那现在目前陆委会主委跟这个副主委梁文杰，他们应该是反统战的论述，就我们不要统战，不要被统战但观众朋友，重点在于这事情并不是陆委会主委他能做决定的，因为两岸国防外交是总统大任方针。那关键在于2021年的10月10号，观众们给大家看一下蔡英文总统在这个2021年的10月10号4个兼职提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时候，陆委会它的定位就会出现问题了。当你是视为两国的时候，确实不需要。可是现在目前宪法还有
好，所以就会进到这个就是深水区。那你陆委会还需不需要交流？所以国民党立委就讲说砍预算，其一，其二，回过头来再讲这件事情无人机的特别条例，它其实很明显的是从国防的特别条例1.25兆被砍掉4000多亿以后，里面有多少有包含了无人机侦察跟攻击，以及无人艇加起来21万艘或舰那这大概要2100亿部分被砍掉了，他直接用这个东西编回来，他要完成这个踢动台湾之盾的这个无人机部分，不是产业发展，而是国防需求。那另外还会有其他的，那我只简单跟观众朋友报告了，因为长久以来可能我们一般的观众朋友搞不太清楚特别条例它为什么要存在。那我就举简单的2个例子，观众朋友就能了解。以前在陈水扁当总统跟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都各自提出过治水特别条例。那因为它需要治水特别预算，不要占到年度的预算，所以马英九提了一个6年660亿，阿扁提了一个8年800多亿，后来还增到1000多亿。那些都是专于用水，用于治水，然后呢不是国家的年度预算。我们现在还躺在立法院总预算。是1年3兆嘛，所以以这个卢秀燕市长的说法，是行得通啦，就6年2400亿，1年大概400亿。那如果以3兆来讲，多编400亿应该是做得到。可是行政院现在目前的说法是说，你1年400亿，那以今年状况来讲，总预算它不一定过，它可能拖啊。所以对于厂商的发展来讲，要看业界怎么说。其一，其二，美国希望我们发展无人机，这次韩院长去就知道了。可是美国有没有？因为我不知道，因为相关人等谈完以后，美国有希望我们跟前面那个110亿美金、140亿美金加起来250亿，后面的140亿第二波还没有过，还没有国会告知也希望我们编特别条例取得特别法源以后编特别预算吗？我不知道美国的立场，但不用管美国立场，我们台湾是要该怎么做？那现在很简单就是蓝绿都支持无人机发展，只是做法不同。国民党是无人机条例，那民进党是无人机特别条例，就编特别预算。国民党希望年度预算。好，我最后一个结论其实如果是一般条例的话，是因为法令上有窒碍，我们要松绑才需要一般的条例要不然无人机我们现在台湾也没有阻碍它发展，其实也就是就是说我们以后大力发展1年400亿就好了。好，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提出所谓6年2400亿、1年400亿的那个就是无人机发展的，它会有一点就又回到之前为什么卓荣泰去释宪，编预算是行政院的行政权，预算权并不是立法院立委来编，说我以后1年要400亿，这个它后续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攻防，可我觉得问题可能会比之前的国防特别条例小很多。我先讲一下，就是说立法院这边做的决议，然后行政院动辄就说你侵犯我的行政权，这从头到尾都是错的。刚刚赵先提了，你在立法院提出来陆委会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当然其实它是符合我们宪法的基本精神的。可那时候李登辉反对，那时候李登辉在立法院能不能够完全主导？可以啊，过半啊。那为什么你提了之后，国民党内那么多人附和了之后，然后李登辉最后还是必须要服从？因为尊重民意，就算是李登辉这么阿爸，他也必须要尊重民意啊。可今天的行政院是动辄就说你立法院通过的，我通通都不认。我们现在的行政院是这样子他要比当年的李登辉更加的威权比当年的国民党威权时代还要威权所以立法院通过的，他就说你立法院通过我通不认。你要知道立法院其实他不能够做总预算当中个别预算的追加，但是他在条例立法当中做一个一般性的普遍性的说明，然后要求可不可以，就是立法呀，有什么不可以？我并不是在总预算当中对个别预算做增加啊。可是他们通通都把这件事情解释为行政权，在全世界没有这样解释的。那其实这无人机条例就是只能够说它就是一个宣示意义。可是对于我来说，它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我们去发展无人机产业？我是打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因为台湾不管军用也好，民用也好，无人机如果没办法一开始就走国际化，我们是发展不起来的。全世界只有2种情况可以发展无人机，一种就是一开始就走全球性的，所以它市场够大。另外一种军用的，就是像乌克兰、像伊朗，因为我自己在战场上正在消耗，所以我不断的消耗，我这边后面就要不断的生产，我就可以不断的迭代更新。那台湾现在是要走国际化路线呢，还是我们要走很快的消耗的迭代路线呢？
因为你如果不这么走，我们是不可能在无人机很多的关键零组件上面不断的迭代进步。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关键零组件，不管是陀螺仪啦，然后卫星定位模组啦，夜视红外线热像仪啦，长焦多光谱镜头，还有还有这个高级工业的软体啦 ，AI 自主飞行演算法，我们现在都没办法自己做，我们都没有办法做。那这一些有太多都掌控在，我们不要讲说中国大陆，我们就说西方好了，掌控在西方的手里头。对不起，但他并不愿意让你学会。不，所以他现在国民党的案子，将来就会有这个 local 在台湾生产的比例，这非常重要。对啊，自主比例嘛，自主比例非常重要。否则的话，你就跟美国买啊，死神无人机 MQ9，市价卖我们6亿美金呢。对啊。在乌克兰，在那个伊朗战争已经打掉20几架了。对，我们花那么多钱买这飞机干什么？所以将来怎么样，这个不管是美国的或者国际技术合作，能够引进技术在台湾落地生根，才非常重要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南韩现在要砸1800兆韩元，等于多少呢？37兆新台币，很多钱呐。要拼 AI 超级计划。那说呢，公民要携手发展资料中心、机器人等这些分散半导体生产的基地。为什么说要学台湾？李在明甚至跟韩国人讲说，你看，台积电在日本熊本说2年已经可以量产了，所以呢。他在熊本就是分散基地，所以我们在韩国要分散基地，然后要扩厂抢市，那要挑战台积电，把台湾当成一个竞争的国家。你看他这边把台湾地图画出来，说台湾的台积电在哪里，有没有？然后呢，中华民国国旗这边写台湾，所以呢，南韩发布半导体国家计划，要扩展它的晶片生产的据点，那另外呢？就其实南韩，因为南韩以前是我的这个管辖范围，我在美国工作，南韩属于我管的南韩跟我们非常不一样，我们以前是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这是孙中山先的民生主义，所以我们国营事业很多比如现在中央政府总预算1年3兆多，国营事业是3兆多什么台电啊、中油啊，这是国营事业。南韩基本上是发达私人资本，它没有什么太多国家资本，什么三星啊、Samsung 啊，以前那个双龙啊，什么它现代什么，它就是很大的公司，大到什么地步？我告诉各位，我这个我年轻人到南韩的时候，我们的台泥、亚泥、什么力霸、什么信大，加起来1年产量1000万吨水泥，韩国一个双龙水泥1000万吨。我那时候跟赵耀东讲，我说：“哎呀，我们中钢大炼钢厂。”赵耀东说：“哎呦，赵康啊，什么大炼钢厂？我们是小炼钢厂啊！一年那时候中钢开始1年100万吨。你知道韩国的浦项钢铁厂1年多少？一个钢铁厂1年1000万吨，差这么远。它就是就大的规模但是呢，台湾也有台湾的特色啊，因为小所以每个蓬勃发展，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子。台积电很大，但它上下游都发展起来了。那韩国就几个大的这个集团就垄断了。所以呢，李在明向三星还总理向三星的电子会长李在镕深深鞠躬，他比他鞠躬还低，看到没有？为什么？就拜托他，哎呀，拜托你们了SK 集团海力士也向他，还是原来前一阵的股票非常低啊。最近不得了的涨上来不得了涨上来。韩国媒体说，台积电不是为了振兴日本对不起，不是要振兴熊本的经济不是其实台积电去是被美国逼去的。讲实话，美国那时候叫台湾叫所有的产能叫 +1、+2， 台湾有，其他地方要有。所以很早以前他们就告诉我说，邵国兄你要注意现在台湾这些主要的工厂都是台湾 +1、台湾 +2。我那时候看不太懂，后来果然一个那所以呢，这个三星、海力士组成国家队也砸5760亿美元所以呢，专家说这是 AI 的赛局，韩国必要的生存策略，你不砸钱也不行了。我们看一下。
南韩政府宣布，透过公司协力的方式，投入巨资打造半导体生产基地与 AI 资料中心。其中，三星和 SK 海力士大扩厂，将全力疏解当前记忆体严重短缺的情况。但南韩两大厂扩厂，也将对台积电、英特尔带来抢设备的压力。半导体设备业者表示，尽管三星的晶圆代工远不及台积电，但三星携带高频宽记忆体 HBM 市占回升，以及全球记忆体龙头的优势，会对台积电形成牵制的是以 HBM 或储存性快闪记忆体配货，要求 AI 晶片厂挪出订单下在三星，让三星有机会练兵并拉升先进制程良率，而且抢下与逻辑晶片重叠度高的前后段关键设备，这将是未来台积电最头痛的事。半导体设备业者表示，南韩两大厂扩大资本支出，势必对正在大规模扩厂的台积电和英特尔带来抢设备的压力。未来台积电和英特尔能否如期顺利拉高2奈米以下先进制程产能速度，恐怕会受到干扰。来，凤馨，好。这个 SK 海力士跟三星他们的这个大扩产哦，其实当然这反映的就是李在明的企图心。其实总数哦可能会接近2000兆韩元，大概是和美元大概1.3兆美元，其实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金额。有4座的半导体厂，它的目标是5年之内，然后让这个韩国的记忆体的生产量能够翻倍。好，然后另外还要盖一个它的 AI 资料中心，然后这是国家级的主权 AI 的这样一个概念。另外呢，还有100多亿的这个100多兆的这个韩元呢，它的目标呢，其实是为了要在技术上面的一个迭代更新，然后还有包括了封测上面，因为在先进封装现在对半导体也非常的重要。这当然反映的就是呢韩国的企图心。当你说但我觉得这其实对于李在明来说，其实是一场豪赌，因为他希望的是分散他的一个聚落地点，要把整个聚落地点分散到另外一个地区，能不能成功？我没有做很仔细的研究，我不敢说是一定会成功或不会成功。只是呢，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关心 AI 晶片跟 AI 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因为 AI 的资料中心需求，这个是一个资料中心需求非常非常的大，结果呢，它上游的所有的原物料全部在涨价。记忆体在涨价，然后这个被动元件也在涨价，然后功率元件也在涨价，然后就你能够想得到的 ABF 也在涨价，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其实这是为什么台北股市涨这么多的一个原因，它不是靠台积电一家而已，真的是就是所有资料中心的参与者，它的上游全部都在涨价。可是资料中心拼命在花钱，可是资料中心本身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实际的获利？坦白说，就 AI 资料中心本身是没有的。Google 也好 ，Meta 也好，然后这个亚马逊也好，然后这个微软也好，他们的赚钱都是靠他们过去的本业在赚钱，而不是靠 AI 资料中心。所以 AI 资料中心还在烧钱。所以我刚刚讲的这几家今年的股价表现都不好。其实除了阿发贝还涨之外，其他都是跌。甲骨文也跌，微软也跌，亚马逊也跌 ，Meta 也跌，通通都是跌。所以这种上面很肥，然后下面很瘦。那这瘦不只是资料中心的这些大咖很瘦，更瘦的是你我的荷包。其实这件事情影响才大，所有的消费电子产品被迫要涨价，苹果已经涨一波了，微软也涨一波了。然后现在传出来 Sony 的这个 PS6 也要涨一波，这些都是游戏主机啦，还有跟电脑有关的。未来 iPhone 是一定要涨价。我刚刚讲的这些，他们都是在国际上面，因为有主导地位，量非常的大，所以他们其实对于供应链的价格是很有喊价能力的，他们都被迫要涨。其实其他的相对比较小的品牌，现在更惨，他们早就涨了。然后现在最惨的是，他们可能拿不到货，所以它形成了一个上面很肥，中间很瘦，而消费端的电子产品，你我的荷包会更瘦。坦白说，这一种畸形的现象能够维持多久，我还是蛮怀疑的。那我们要注意的是，我并不是说 AI 就热就会结束，不会 ，AI 还会持续的热。
它究竟是上游的零组件那么稍微的停摆一下，然后让其他跟上呢，还是到最后就是电子消费产品全面性的大涨价来应对？我觉得全面性的大涨价来应对的可能性比较大。来，我们的股市大户老沈，我跟你讲哈，我对韩国如何为自己的考证量也好，为了要如何赶上台湾也好，所做的这种大规模、这种非常庞大的规划，我觉得目前本节目不需要花太多的精神去关心。这个让台积电为直接去担心就好啦，关我们什么事啊？它成不成功还在遥远的未来。我跟你讲，我对大家到目前为止，不是只有我们啊，大家讨论无人机的事情啊，我真的是很不服气。我觉得我们都搞错了。你晓得，无人机忽然间很红、很夯，朝野都要啊，没有人反对，而且就算是经济规模，一个2600亿，一个2800亿，有差吗？一个说完全是国防，一个说国防民用都来。还有呢，现在这个国民党是因为卢秀燕特别在意去美国回来以后，他好像台中要占一部分，所以特别用心。我觉得这都不是重点。老赵，我告诉你，这个无人机红到什么程度，夯到什么程度，光是新北市跟无人机可以拉上关系的公司跟厂家超过50家，超过50家。现在那将来再过1年、1年半、2年，我觉得台湾恐怕200-300家没有问题啊。这个预算下去以后就更多了。不是200-300家以后，你觉得现在6年嘛，这个条约都6年、5年、7年回头看，你觉得有几家会像中国就大疆独霸？一家都没有像大疆。不是不要，我不是说要像大疆了，就是像大疆在中国，我们有1-2家、几家在台湾的这种规模，有1-2家、3-5家就不错了。就是这样让大家肃然起敬的，像乌克兰啊，像伊朗啊，像这些像样的，不管军用、常用、民用，什么都没有关系。你觉得会有5家吗？不会啊，现在好几百家，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条例的焦点，朝野都搞错了。钱大家都同意，但是这些钱什么时候放下去嘛？现在这个无人机夯到什么程度？夯到满眼一看都在冒芽，弄得不给呢。等一下2片纸叶修起来了啊，撸来又多少张，规片都是呢。这个时候你去撒肥吗？我跟你讲，这个第一阶段应该让民间去动脑、斗智、斗力量看也筹资看也分数长到一段程度以后，这跟结果子一样嘛。这个呢，先个经济先要开始筛果了，你知道吗？你要筛果的时候，那个时候政府才说，我这些钱要给谁，我这些钱要给谁，就重点就是帮大去小。那个时候的村300间，也许村30间，30间最好也许村5间。这个钱不是现在这样撒的。现在已经到处都是绿油油了，你撒钱干嘛？所以大家说，我要防止绿油油，绿营的朋友趁机赚到钱。你这种撒法，大家都赚到钱但是大家赚到钱，最后都没有结果。好吧，这台大机械系高材生讲点。没有，我感觉哈，当然。高工就有得利了。大佬有大佬的得利。没了，他说你没道理来说。但是不完全是这样子啦比如讲，伊这源头是对啦。源头是对国防预算，我无人机这我主要2100亿，当然伊这有国防需求跟产业发展的2个角度嘛，他都伟汉兄有讲嘛，你对国防需求我需要有一定的布局，无咱要和人买，要和人技术交流，人要较插力，你也有一定的信任度嘛，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坚持说我们要用特别条例这个部分要守住嘛？那当然就是说，你如果是产业发展要再推动，我们当然都100%愿意嘛。那100%愿意，你就说这个无人机到底要发展，你像咱台湾其实他们讲，你讲 AI 产业啦，AI 产业坦白讲 ，AI 股票会不会泡沫化，我不知道啦。AI 产业不可能泡沫化啦。对啊，这个都是未来的方向嘛。对了，你包括无人机产业，这个也都是未来的方向，一定会过去。咱台湾其实现在。你讲韩国，我佮提这个我看到这我就感觉足爽快在韩国甲咱的台湾的国旗对吧台湾系伫遐过来就讲我看台北、台中各用，然后他还特别提到熊本事实上我去熊本
这熊本的姿势哈，以前呢对咱台湾对咱高雄就友善了啊。中间这个是，这一位是熊本的姿势啊。其实哈，你看他们熊本模式，或者是应该是说高雄模式啦。那熊本跟高雄类似这样子，也是其实我们高雄黄仁勋也讲说，我们是智慧孪生城市世界的典范啊。那你从硬体到软体，那我像这个部分，我未来哈，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哈，你其实我个讲较早小英咧讲大南方新四股高雄要变迄个科技经济精密产业的时阵，足侪人嘛是笑话啊。结果咱即马其实属实高雄表现就有水准的啊，所以我感觉引以为豪啊。好吧，就是说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不相信蒸汽机是未来的时候，通通垮了。不相信 A 来是未来的人也会垮了，只是说哪些才会活，哪些才不活，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休息一下再回来。没错。